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之前做过视频更换 PS5 的 M.2 SSD，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对 SSD 做 firmware 更新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补充这点，顺便说一下如何更换电脑上的 M.2 SSD， 还有我遇到的一些问题。最后我们将会把 SSD firmware 更新前后 PS5 显示的速度做比对，然后也会将我电脑旧的 SSD 跟新的 M.2 SSD 速度做比对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台支持 NVMe SSD 的电脑。这边需要注意两点。第一点 ，M.2 是一种宽度的格式，在这之上还有长度，最常见的是2280。但是就算这两种大小都对了 ，SSD 还分为 SATA SSD 和 NVMe SSD。我们这里可以看看两种接口有哪里不同。左边是 SATA SSD， 右边是 NVMe SSD。这两种接口有时候会通用，但是有时候并没有。换之前，请先确定你的接口支持 NVMe。SATA SSD 比 NVMe 慢很多 ，SATA SSD 就每秒500 MB 到1GB， 但是 NVMe SSD 轻松就每秒2GB 以上。我们 PS5 使用的 NVMe SSD 在 firmware 更新之后，更是可以上看每秒6到7GB。第二点，我尝试使用过 SSD 外接盒做 firmware 更新，但失败了。经过我后来的一些研究，我觉得除非是 SSD 厂商更新设定，或是有些外接盒有特殊功能以外，不然要在 USB 上对 SSD 做 firmware 更新应该是行不通的。我原本以为是我买的外接盒太便宜，所以不支持这功能，但是我查了之后发现贵的外接盒买家也都有一样的经验。不过这种外接盒也还是有好处的，外面卖的外接式 SSD 体积通常很大，而且大部分是 SATA SSD， 这种外接盒体积小，而且使用 NVMe 会快很多，加起来的价钱也不会比外面卖的外接式 SSD 贵。价钱一样，当然是用速度快的啦。不过我发现直接插上去通常不能直接使用，需要到电脑管理里的磁碟管理，先格式化一次之后才能用。进去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最简单的方法是在 Windows 按钮上按右键，就可以直接进入磁碟管理。其他方法像是 Windows 键加 R 开启 Run， 然后输入 compmanagement.msc 进入电脑管理，然后点进磁碟管理。回到 SSD firmware 更新，因为外接盒没法对 SSD 做 firmware 更新，所以基本上你还是需要把电脑打开来对 SSD 做 firmware 更新。如果你的电脑系统不在 M.2 SSD 上，或是你有2个 M.2 SSD 的插槽，那你只需要在电脑上安装厂商的软件。Samsung 用的叫做 Samsung Magician， 在 Google 上搜寻就可以在 Samsung 的官网找到。安装后，它会侦测到，然后你可以选择更新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我使用外接盒的话，我可以看到我电脑本身 Toshiba 的 SSD， 而我外接盒插上的则显示为无法认知的 SSD， 这样是没办法更新的。我们今天使用的电脑是我的 Dell Inspiron 15 7000 2-in-1， 它只有一个 SATA 跟 NVMe 共用的 M.2 SSD 插槽，而且我的系统装在上面，因此我没有办法用 Samsung Magician 来更新。Samsung 也提供了使用 BIOS 更新的方法，我们今天就来示范。首先你需要准备一个空的 USB， 然后按照 Samsung 官网的说明去下载 Unit Boot In， 然后下载你 SSD 的 firmware 印象档，然后用 Unit Boot In 载入印象档到 USB。这样 USB 就可以在开机时启动 firmware 更新。不过我们还需要把电脑拆开来更换 SSD。不过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现在电脑 SSD 的速度。我是在网上随便找一个软件，叫做 HDTech， 测出来是每秒 201.2 MB。我们将电脑关机，然后翻过来，将螺钉都拆下来。这电脑用手还有点难拆，我最后是用小的1字起撬一下才打开的。这个 M.2 SSD 在很显眼的地方，只要下来上面的螺钉就可以拿下来了，很简单。然后我们装上新的，把机壳装回去，然后接上 USB。开机后进入 BIOS。Dell 电脑开机后一直按 F2 就可以了。进入 BIOS 后，把 USB 放在启动顺序的最前面，这样下次开机它就会用 USB 来开机。
然后我们选择 Samsung， 它就会进入更新选项，照着流程走就可以完成更新啦。我们把它装上 PS5， 速度显示是每秒6509 MB， 比起 firmware 更新前每秒5500 MB 快了1GB 左右。最后我们装上 Windows 跟 HD Tag， 再测试一次 SSD 的速度，每秒1979.9 MB， 将近是之前每秒201的10倍。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速度显示跟 PS5 不一样，可能是测试的方法不一样。理论上这台电脑的主机板应该是支持每秒5000到6000 MB， 不过这种好的 NVMe SSD 速度差不多是一般 SATA SSD 的10倍倒是没有错。不过我的 Celeron Rocket 4 Plus 就没有这么幸运，我尝试了它官方的软件，外接盒读不到，而且我装到电脑上也还是有一样的问题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他们也没有提供 BIOS 的更新方案，如果各位知道，请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你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